我想这边整理的就是这样子。其实我觉得光电的问题就是很重要，就是资讯公开跟民众参与是非常不足的，在政府上面。例如说，在轮尾东的一个草间带盖光电，这是一个生态丰富。丰富度比高美湿地，大家都知道假日要去高美湿地去玩，但是这边的生态比高美湿地还要丰富，但它就这样盖了光电，那盖了光电，政府还扭曲它的真相，说啊它就是个工业地，但实际上就是个潮间带。如果依海岸法这个需要做一个海岸防护的状况，那甚至还有很多海岸法的法规计划来介入，但是政府因为要大量的开发，就扭曲了现况的事实，这是我们看到就是在资讯公开、民众参与是很欠缺的。那另外我也看到说。以这样轮尾光电的一个开发案好了，就是它就是一个生态跟一个光电的竞合嘛。那我们又跟业者说，你在盖光电的时候不要用做浮动式的，涨潮的时候光电浮上来，然后退潮都压在潮间带，那些生物都死了。那你是不是可以有更友善环境一点，可以让它共存？我们把光电把它立起来嘛，不要浮动式的嘛，然后不要面板，每个都紧靠嘛，我们可以铺让一点，让阳光进来，然后维持整个自然潮间带的生活。可以共存共荣，当时业者跟我们说，不行啦，这个我花很多成本，所以他不愿意这样做。当我们遇到这样子可以解决的时候，政府没办法介入，政府不想介入，他就觉得这是业者自己的事情，他愿意投入就好了。那我们环保团体废话那么多干什么？这是我们看到的状况，就是以大自然的状况的时候，我们反而变成是最弱的一环大自然。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这样的竞合。刚刚理事长提到说啊，这个可以为地方创生啊，对，然后带来地方发展，我就觉得这是不可行的事情。在我们自己观察到的大城乡这边所谓的地的部分，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光电盖上去之后，接下来就是所谓的面临的失业的问题。因为光电业，我们之前有问台电嘛，台电就说在彰滨工业区的那个盖的光电，他们一年只洗过一次，那这个就外包。好，这个就你看，一年提供的就业机会就那么一次。那你说在农地上面，本来一个田地一年也可以2、3收的一个收获，例如种地瓜，一个田就可以五六个，甚至超10几个人来就业，一天就至少1400、1500的收入。那这是至少一年只有3、4次以上。那是以大城乡这么多田，它可能每天都持续都有收入。可是你盖了光电之后，你一年才那一次收入，而且是少数极少数，怎么会帮地方做创生？就业机会就没有了，这产生所谓的生存的竞合嘛。所以我觉得这没办法为地方创生，甚至会让这个村庄没落下去，这是我看到的。